小蛋，哎，来啊，我买菜去，来给我换点零钱。妈，你老是破零钱，你就拿这个直接去破开不行了吗？不愿意拿整的，麻烦，人家还以为是伪钞呢，快点。就这些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吧？别，拿妈，拿着，要不好像我占你便宜似的。 100块钱就换那点儿，你亏大发了。喂，喂，妈，你给我留这么多零钱干嘛呀？抽屉里的那个啊，我不愿意带一堆零钱在身上。你说你本来就不缺零钱，还老跟我换钱，你是不是特别可怜你女儿啊？傻孩子，我是你妈，我有这个特权。妈，我准备回他们家了。我提醒你一句啊，你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孩子，别有明珠投案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挂了。我想再次成为你的妻子，我会好好爱你，照顾你，永远对你不离不弃，和你好好的生活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从你开始好吗？忙着呢。哎，小丹姐，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告诉你啊，我决定今天搬到你哥那儿住了。啊，真的？好哎。收班早的话，我就来看你，好吗？嗯，那行，你晚上来找我，正好有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呢。啊，
啊，行行，你忙吧啊，哎，拜拜拜拜。小丹，你还好吗？这2天我一直犹豫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。不用了，其实你都不需要再打这个电话。咱们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而且我以前也说过，你应该好好跟他过。祝福你们啊！我理解你，但是我还是觉得，我们应该约个时间，把这事情讲清楚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明天你给我个机会。我已经决定搬回我前夫那儿了，我决定复婚。而且明天呢，我也安排了别的事儿，那就这样吧，啊，再见。还哭呢？都哭了3天了，至于吗？平时看你挺有出息，怎么遇到点事儿这么没用？行了，别哭了，吃点东西吧，来。吃点东西才有力量继续哭。谢谢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，想当初谁劝你你都不听，现在可倒好。长得也太像了。哎，你慢点，不烫呀。其实吧，你们现在这个结局，我们当初都是预料到的。你们2个人的差距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这种差距在一开始可能是种美，可日子长了，新鲜感过了，美就没了，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。你可要好，还真能撑。哎，就凭你能带着他儿子逛街当小妈这一点呢，我就真是服了你了。我还想继续扛。你想扛，可问题是你们家刘教授不想扛了呀。天蕊，你倒是好好跟我说说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为什么我每次问你这个问题，你都不肯正面回答我？你说，那个刘立成到底是哪儿好，值得你这么痴情的守着他？跟你说你是不会明白的，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，你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也许你曾暗恋过你的中学老师，但那只是一个青春期的小秘密而已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因为你有一个父亲陪在你身边，他足够让你过渡到现在，认识你们家小杜，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谈恋爱。但是我不行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去世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现在他留给我的只有他那双温暖的大手。之后跟我妈一起生活，虽然爱跟呵护一点都不少，我妈甚至给出了她的双倍。但是我觉得我的青春期并没有过去。第一次在大学见到刘立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的样子好亲切，好熟悉，好像我的爸爸。后来毕业找他约稿，一见面他就跟我握了握手，他那双手
确实好大，好温暖。就为了一双手，你就这个样子？这也太不符合我们80后的风格了吧？我跟你说了，你是不会明白我这种感觉的。不管我是不是80后，但对于感情的追求是一样的。在这点上面，我并没有觉得跟60后的刘立成有什么区别。你还嘴硬呢？要是没有区别，那为什么人家要提出跟你分手啊？别傻了你！你快点哭，快点哭，哭够了我陪你散散心去。上次那个小富二代对你真的挺有兴趣的，一直跟我打听你的消息呢。这不，我跟他说你失恋了，把我的电话都好打爆了。怎么样，见一见？你把我的午饭弄翻了，哎，现在得去吃饭。我说这次你就全当把你漫长的青春期给做个大结局了吧。你也该步入找同龄人的生活了，过点正常的生活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的青春期就这样过去了？好，我这就打电话给刘立成，我告诉他，让他跟他妈、跟他儿子、跟他前妻好好生活去吧。对，这才对呢。放心，我先生说了，你给我做的衣服最合身。客气了。我把资料都放这了，我下星期一中午来拿。哎，行。好，谢谢啊，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再见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大家伙知道吗？英语系那个张老师啊，这次要升副教授。真的？哎，是吗？哎，你还别不相信啊！这段时间他多忙活啊，给学生补课呀，干难怪嘛的？他这几天都一直看他都在写的。这个平时还看。喂，佳磊，你最近好吗？我不好。要不你先让婉洁过去陪陪你。他在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就是想说，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，而且还这么年轻。我想告诉你，秘密透支怎么样了？这就是黄先生统一安排的，目前我们这个我想说，我还是会等你，我不介意，只要等堪堪考完试，他搬走的话，我是不会介意的，我会好好的等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变化，我一定回去找你，给你一个结果。但是最近你要自己好好过。我最近实在太忙了，看看他妈又刚回来。等过几天我有空再过去看看。我算是服了你了。局长。好，那我带你医生先回医院了。好，谢谢院长。哎呦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以为你半路拐哪儿去了呢。超市人多，车又堵。哦，对了，回来的时候，在楼下单位又打电话来了，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，还得再去一趟。嗯？你不刚还说给我煲汤呢吗？我不都给你搁在桌子上了吗？你随时吃都可以，好吗？误不了。那我只能凑合一顿了。告诉你状，人家可是冒着重重阻力从海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的爱国华侨，你们俩是不是对人家态度不够好？我刚才骗你，单位没人找。代表就是。对，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档案，没什么问题。你把这个交给总监，这是米雪芳写的检查。外面院长来兴师问罪，还检不检查呀？人家承认昨天
天在小镇的楼上把咱们战斗英雄吓得掉下来的李世胖。其实像这样的日子，我们过了很长时间了，彼此不信任，恶性循环。为了能不让你怀疑我没事都骗你，就想日子好过一点。是在刚才，我突然觉得，我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方式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待会儿去见一下孙小丹。的确，我承认，我前一段时间是跟孙小丹走得很近，内心里也有喜欢他的感觉，但是我行为上绝对没有出轨，纯粹是精神上的。就是那个时候吧，我和你在一起，觉得特别绝望，我真的不知道日子怎么样过下去。我不想回家，因为回来就是争吵，就是怀疑，所以我宁可在外边应酬，也不回家。这是真话。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变了，我起初还以为是因为我对孩子的期待让我感觉到这个家温暖了，可后来我一想，不是，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呢是你呀，因为你有孩子了，你就不再焦虑了，你不再纠缠和跟踪我了，这个家马上就有感觉了。张云，我希望这个孩子是个契机，能够还给我以前的那个单纯快乐的张云。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。我刚才给你撒的是我这辈子撒过的最后一个小谎。我待会儿去见一下孙小丹，我想跟他讲清楚，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家里的第3个成员了。我会好好的对待你，对待孩子，对待这个家。我相信他会祝福我们的。周云，你去了，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孙小丹我见过，我相信你们俩。我和孩子等你回来。姐。呀，干上了！哎呀，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。我这不准备要搬回来住了吗？看你们不在，我就先把卫生搞搞。今天真不错啊，没带侃侃出去，让他在家写作业呢。这不要升中学了吗？让他少玩，多做功课，多学习。哎呀，这，那个挡着门呢哈！来来来，我把这个正好，要拿这两个，我别沾手了，别沾手，我来行了，没事啊。那，哎呀，哎，两名派，谁呀？啊，两名派子，你师弟怎么走啊？这是不是像走到水上似的？怎么回事呀？哎，咋的？我怎么把这玩意儿都给我扔了呢？啊，我这还能用呢还？你喜欢我再给你批发点去，这都用过了，都脏了。哎，
会儿日子。哎，奶奶来了啊！哎啊！看看哪疼啊？来了，奶奶揉揉啊！不用奶奶揉，那爷爷揉揉。哎，这是作业。我也不要爷爷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爷爷奶奶。妈妈，你过来帮我揉揉。小白脸狼，你良心的小东西子。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小白脸狼啊！逗他蠢人，打他飞镖，黑维斯体暴力的何处觅他也是阿斯玛奇。哎，干嘛呢你是乱七八糟的？怎么背单词的？我爸爸教我的呀，挺好的呀。什么挺好的？就听你爸教你。妈妈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这英文单词就不能这样背，不伦不类的。哦。哎，真是奇怪，爷爷奶奶对我回来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看你呢。看，跟妈妈说说，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有啊，你回来了。妈妈知道，别的事儿呢？没有。真没有？没有。金色的脚印，在你心目中，狐狸可能是意志非常狡猾的董事局。哟，妈，怎么了？我把一份材料落在租的房子那儿了，这明天开会还得用，跑一趟。你呀你，我都说过你不止一次了，总是丢三落四。你还真说对了，妈妈给你做的那个馄饨都落在厨房了，妈妈去给你端啊，赶紧的，好好背。妈，哟，怎么了这是啊？我回来还这么隆重接我啊？俩人，你来了？回来了哈。走啊。那个，我落了份资料在那个出租房，我去取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一会儿就回来，他还回来干嘛？东西都搬回来了，我告诉你，咱家可恢复了居室管制啊！别随便。哎呦喂，完了！都是你们俩的主意，现在后悔了吧？谁呀？后悔啥呀？不就几个月吗？真傻呀！那没什么大的矛盾。你爸讲话了，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这你还有啥解决不了的？我有啥接受不了的？你们在家待的时间比我长。裤子！哎呦，哎爸，你搁这儿。只要你们能接受啊，我就能忍。我回我屋去。真的？都没动我屋吧？
小丹，你来干嘛？我答应过你3天给你答复，我必须得来。其实你来不来都一样，只是你来解释一下，能让你自己心里好受些，是吧？不是，小丹，小丹，你听我说。放开！小丹，我不是来解释的，你误会了。张云她怀孕了。儿子，儿子，来，醒醒，上床睡觉啊！快来，着凉了。来，等会儿替我告诉我妈妈，我把作业写完了。傻儿子，以后到点就睡觉，破补习班的作业写完了，明天再说啊。妈妈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让她再走了。睡觉。出来的时候和张云谈过，我们也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我们的问题。我真的希望这次有可能是我们俩的转机。会的，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挺合适的。有了孩子就好了。女人会把一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纠缠一些你今天去哪儿了，都见谁了这种小问题上了。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咱们俩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有困难的时候呢，能坐在一起说说话，倾听一下对方，倒倒苦水就够了。是后来咱们俩都不清醒了，开始幻想了。其实我们两个本来就是2条平行线，不可能交叉。你呢，踏踏实实的回家等着做父亲吧。我呢，收拾好东西回到前夫身边，为了让我的孩子顺利的升上一个好的初中。我们很多人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。你看，咱们小时候是为了完成老师、家长、亲朋好友的期待，那大人期望你怎样，你就要过怎样的生活。这好不容易长大了吗？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，开始组建家庭了。那时候想的特别多，这老了会怎么样，这一辈子会怎么样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不是按照你的理想所发展的。你的另一半会怎样，我是没弄懂过。现在婚也离了，变成一个单身女人了，心想这总可以了吧，我总能过上我想要过的生活了吧？还真不行，除非你没有孩子，有的话，一个小学升初中就能让你打破你所有的生活轨迹，为了孩子回到一个你不愿意回到的家庭。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无奈，我特别能理解。
刚刚在楼下我有些冲动，向你道歉。别，小丹，我让你失望了？没有，不失望。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还得收拾东西呢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哟，可真够少见的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帮帮你。哎，你别动啊！你帮什么呀？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动。没事儿，我又不是玻璃做的。我知道你不是玻璃，但是呢，这儿啊，你赶快出去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全国重点保护动物，明白吗？你看这沙发没有？这儿是你的工作岗位，踏踏实实坐着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怎么不去上班去啊？嗨，我跟单位说了，没什么重要事儿，别来找我，我在家里陪你。你这次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？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你记不记得，有一天我是凌晨4点钟出的门，那就是为了去医院挂那个专家号。单走不是拿回来给你看过了吗？那医生怎么说的呀？哎呦，这医生跟我说呀，让我尽量的得多休息，然后呢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。对，以前呀，就是心情太不愉快了，这心情一不愉快吧，他就老是。老是什么呀？老是？老是流产是吧？唉，韩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呢，要是老这样气我的话，估计这次咱们儿子还是保不住的。你别胡说啊，可不敢胡说。你先起来，我去把那菜切完啊。起来。你去吧。好的，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的？来，这边这位男观众。我不认同你的观点，我认为怕老婆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，而且人就是这样，你越怕他就越来劲。刘教授，既然您那么推崇妻管严，你怕老婆吗？
我不是怕老婆。其实现实生活中，很多的气管炎都不是真的怕老婆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你想，难免会有分歧、吵闹、争执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妥协。我扮演的就是看起来比较软的那个人，但我恰恰觉得男人在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他的风度来。老婆是用来疼爱的，如果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，那怕老婆就怕老婆呀。时代不同了，怕老婆才是真正有面子的。我也可以疼老婆，但是我绝对做不到逆来顺受。那你一定要换一个思路。逆来顺受实际上是一种招安政策。真正了解女人的男人都知道，女人绝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外强中干，而且她们很容易把母亲的权力扩大化，但是她们却非常容易满足。天大的事情，只要你态度诚恳，就可逢凶化吉。男人敬女人一尺，为什么？为的是女人回敬你一丈。你让他们嘴上讨得便宜，骗了他们屁颠屁颠跟着你屁股后边，一辈子死心塌地的为你洗衣服，为你做饭。小伙子，这样的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？刘教授，你要是我老公就好啦。我老公一辈子都不会这样想。记得我整天跟他打架吵架，昨天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。他喝酒喝多了，躺在马路边耍酒疯，我气得我扔下他跑回家。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？我送你一句话啊，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干过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，没有说过一句气话，没有犯过一次别人没有犯过的错误，那你就是包饺子剩块面，白活了。偶尔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，那说明你更有人味儿。你去忙吧。您要临时退团，您看看啊，咱们签的这个协议，您看这条，住宿费、机票费还有签证费都是不能退的，也就是说您只能拿回1/3的钱，这损失可是非常大呀。对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您看啊，现在可是澳洲最美的季节。而且呢，我们这次安排的这个线路不同于常规的线路，增加了很多项目，非常好玩。要么您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本来计划是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，现在看来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没有了。那孩子得多失望啊！那你们夫妻2人都忙啊，哪怕去一个呢？不是我们没时间，是孩子没时间，因为呢，他要小学升初中。哦。
小升初啊，哎呀，那我真是非常理解，我儿子也是特别紧张。其实啊，最紧张的是咱们这些当家长的，是吧？哎，那我问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哈，你给孩子报了哪个补习班啊？我想想啊，有3中的、附中的、辉光的、师大2附，还有1中，我们还准备报88中，现在正想办法呢。报这么多呀？上得过来吗？我们就上一个3中。那干嘛报这么多呀？您的儿子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吗？是啊。您是他的亲妈吗？哦，那当然是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就是特别有路子。没有。哦，那就是特别有钱。也不像。其实我是刚从外地回来，真的现在是愁死了。哎，您帮我分析分析啊，这孩子报一个补习班，真的不行啊？您这样怎么行啊？这样把孩子给毁了。这样吧，我跟你说一说啊，这小升初一定得瞄准最好的学校，找最好的老师，报最贵的班。什么奥数呀、华数呀、英语呀、作文呀，能报的全给他报上。课堂上听老师讲课，课间抓紧做题，一点都不让他闲着。教室后头坐一溜家长，左手提着水壶，右手举着汉堡，特敬业的那种。孩子一回头，甭管有事没事，都得赶紧说 May I help you, sir？ 一口地道的仆人味儿，倍儿殷勤。回家呀，再给加点数学题，教材用思维引导的，那一晚上光草稿纸就得用掉1沓。再备一录音机听英语，24小时放着，就一个字儿困。每年补习班光学费就得10几万，周围孩子不是补英语就是补数学。你要是没报够10几个补习班，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你说这孩子晚上得学到几点？我觉着怎么也得熬到个12点吧。12点那是节假日，平时都是4点。您别嫌累，还别偷懒儿。如果您能理解小升初孩子家长心情的话，他们能舍得报10几个补习班，那么他根本就不在乎孩子能睡几个小时。什么叫小升初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小升初就是凌晨4点睡，早晨6点起，天天孩子都是熊猫眼儿。所以我们小升初的学习口号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困。哎呦，我还是没太弄明白啊，这一下子报10几个补习班，那怎么上啊？如果您要是去过这些补习班课堂的话，就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很多的位子吧全是空的，但是你一问报名处，报名额满。对，撒大网捕大鱼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。那您这么重金打造，那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肯定是没问题了吧？要是真没问题的话，现在我们就去澳洲看海豚表演了。我的孩子吃亏就吃亏在他的奥数比赛从来没有拿过第1。哦，那他考第几呀？才第2。你看您真是太谦虚了，才第2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我的那个费用。哟，真不好意思，这把正事儿都忘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团费啊，这样吧，我只能给您破例把这个房费给免了。其实这就是我最高的权限了，咱们都是小升初的受累者，互相包涵一下，行吗？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在孩子升学这件事情上，我怎么觉得你像个外星人呢？小升初现在比高考还难呢。如果要想上一个好一点的中学，那不扒一层皮那不可能的。是，这不就一直忙工作来着吗？那您工作再忙，忙来忙去还是为了孩子。那您老公呢？他也不管吗？我们家可不一样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可全上阵了。总之，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开始
就输在起跑线上。通过宝宝爬行大赛，将壮生的理念和产品自然而然地介绍给大家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谢谢。琳达的想法不错，现在呢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准妈妈 Lucy 的想法。Lucy 给你了，帮我一下。我的主题就是健康人生，从肚皮游戏开始。看看，看看，你别叫了，别找了，跟奶奶出去了。他怎么出去了呢？这今天晚上还要上奥数班呢。小丹，这有份报纸我给你留着呢，你看看。哎呦，我没时间看报纸了，都要迟到了，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小学生每天睡眠不少于10小时，晚上9点必须入睡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。10个小时必须睡10个小时。看看爷爷，啊，您做的市场调查，现在有几个小学生每天能睡够10个小时啊？这星期天的都睡不够，这到底去哪儿了他？来不及了。奥数可以修仪。首先，小学生的智力并不是由奥数来培养的，个别人的成就感和兴趣恰恰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孩子的痛苦之上的。痛苦啊，孩子！其次，奥数正是许多数学执教者赖以生存的法宝。如果数学就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原理，就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公式，那么培训班就可以失业了，全国至少损失几10个亿的收入，这是相当可观的。你看啊，看看爷爷，这大道理咱们回头再说，行吗？哎呀，真是来不及了。你看，说好我去接的，你们又把他接走了。哎呦，我们不想接的呢，那门口已经没有人，都接走了，就剩看看一个人了，这我们才接了。我才晚了15分钟。哎，那反正您看啊，这补习班他必须要去，就是今天你把他藏起来了，他下次还得去。那就算是咱不让他去，那学校也不干呀。小丹，你这回回来，那目的咱们都是为了让看看顺利的升中学，这我们不会拖后腿儿，你放心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原则，做什么事情不能对侃侃的身体造成损害，知道吧？那我们不答应的。我是他妈，我怎么能对他的身体造成损害呢？那要不您说怎么办吧？这钱我也交了。你们复婚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侃侃除了睡觉吃饭，我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管。但是我看着侃侃现在一天到晚连个足觉都睡不好，那孩子睡不够觉，那是等于慢性自杀呀。你看这样，135休息，2、4、6上怎么样？星期天呢？星期天呢，咱们就激动，看他的意思，好吧？哎呦，彻底来不及了，就这样吧。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啊！奥数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比黄赌毒还厉害，听见了吗？厉害这玩意儿！目前奥数教育的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害，不仅对青少年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，更重要的是对许多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你们俩的策划案呢都不错，但是要综合一下客户的需求和控制成本。Lucy 的更合适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姑奶奶，你小点动作啊，你吓死我了是吧？万一把孩子生在这儿怎么办？琳达，你也很不错的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散会。耶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会做那个案头工作的，再跟他们联络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做。哎。喂。行，我办完事就赶回去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拜拜。你好，我报周6下午的5年级奥数。你好，周末了全都满了。报一个写作。啊，满了。还有美术。那作文班呢？全都满的，数学、语文、英语都满了。都满了。那平时的奥数呢？
5年级要素我看看啊，现在就剩下周4晚上6点半的一个班了。啊，行，那就报这个吧。那作文班呢？暂时满了。都满了。哦，那好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那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今天先报上，我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，有退班的您通知我。真的有退班的，等不及我们通知2分钟就被抢完了。天天这么多人排队，要不然您就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现在还有位置。哦，行行，那就报这个，一共多少钱？2600。哎呀，得，又多了200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赶紧再跟上海联系。Lucy， 你太阴暗了吧？哼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干嘛偷偷摸摸的？我可没偷偷摸摸的，你又不是我的领导，我干嘛都跟你汇报。Lucy， 哎 ，Grace， 哇塞，你瘦得真快，还行吧？哎，有时间吗？咱们聊会儿。好啊，走走。怎么会啊？你都是 AM 了，怎么就因为生个孩子就弄到信息部去捡报纸 ？AM 有什么用啊？你说有什么用？不照样被公司给抛弃了？那是不是你休产假的时间太长了？哎，你原来不是休2个月吗？怎么去休了4个半月啊？晚育加剖腹产，这劳动法规定就是休息4个半月嘛。唉，不过你说的也是，我要是生了孩子1满月我就来上班，估计啊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唉，我有思想准备，无所谓。我现在啊重心是孩子，乐得轻松没压力。等孩子大点儿，我再东山再起。哎，你这肚子可够大的啊，得控制点体重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我嫂子，再加上我老公和我公公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把我完全当猪喂。我一天吃8顿，他们不嫌多。哎，准备在哪儿生啊？还能在哪儿生啊？肯定是妇产医院了。那人特多吧？是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听这种医院，我头都大了，最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排队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那次我们家为了弄个专家号，全家总动员，早上4点就去排队了。是吗？每次检查你就得溜溜在那儿耗1天，想想都怵，更别说生孩子了。哎，你在哪儿生的？啊，女子医院。啊？哎，那儿不错哎，就是太贵了，我做了个 B 超，花了3000多。肯定比妇产医院贵，不是一个档次。你可真有钱啊！不是我有钱，是我啊有觉悟，知道吧？咱们女人就得对自己好，得宠着自己。我家里人开始也嫌贵啊，说什么把钱留着养孩子，凭什么呀？啊，我辛辛苦苦生个孩子，还不该得到点优待啊？再说我要是生得高兴了，那孩子也会更好嘛。我们家里人拗不过我，就去了女子医院。但是啊，我跟你说，那是真的好。每次去那儿产检，一直到最后生产，你只要去到那儿，就像去当女皇一样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幸福吧？哎，你也可以啊，又不是没钱，干嘛要去公立医院受那个罪啊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没钱嘛。你看看，你都是 AM 了，可我只是个 A1，我工资只有你的1半。我就不信了，你们2口子1年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够你生个孩子啊？1年的工资肯定是够了，可我们也不能1年的工资就生个孩子吧？怎么不能啊？女人生孩子是大事，那后半辈子都改变了。你老公要心疼钱，让他生去啊？不怀孕多辛苦啊，就跟每天抱着一袋20斤的大米一样。你让他抱你让他抱20斤大米试试看，对的对的，能抱10分钟就不错了。就是，既然花钱能少受罪，那干嘛不花那钱，是吧？有道理。我那儿啊，还有我那医生的名片呢，回头给你啊。行。这才几天没来，就觉得过了好久了。
是啊，我也觉得这几天过得特别的漫长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是不是因为赌气才不愿意跟我分开的？以前都是你甩了别人，从来没人跟你说过要分手。其实你并不是真的不想跟我分手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，包括管杰他们劝我，都是说我心里难受，肯定是受自尊心的原因。我也试着跟他们出去玩、唱歌、喝酒，但是我都觉得特别没意思。每次看见他们都出双入对的，身边带着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男朋友，我就觉得特别别扭。我想，一个可能是我觉得孤独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真的不喜欢同龄人。变态。那你可以把我甩了，再找一个岁数比我还大的。真是少见你这种奇怪的女孩。可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？只有女孩子才会问自己的男朋友喜欢自己什么呢？女人。安全感。每次在你怀里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从小就渴望的安全感。现在安全感这个词儿对一个男人来讲，可不是夸奖，典型的恋父情节。我就是恋父情节。我就是喜欢抱着你的时候叫你爸爸。哎，进来，今天不行。为什么？是不是你跟他已经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亲热完以后，再回去面对另外一个人，那样是对你的不尊重。你不是说过要等我吗？没问题，我也下决心了。等我孩子的事情一解决，他妈妈一离开，我就来找你。但你现在让我身份两地，心里不能坦坦荡荡，跟你亲热完以后再若无其事的回到家里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相信你。我一定会等到康康考完试的时候的。乖。你和我的一个战友长得一模一样，是我深深的回想。你这个战友叫刘晨是吗？你认识他？我有一个病人，一睁开眼睛就叫我妹妹。你能告诉我？可可奶奶，一会儿我跟你商量商量。就这马桶垫能不能咱以后别用了？这真的特别不卫生。我刚换的，新的。我每次都用巴士那个消毒液洗。这个本身它就不卫生，你想想，每个人都光着屁股坐在上面，难免什么脏东西就溅。哎呀，真的想想就恶心。还有用完了把这马桶盖盖上，这样既美观又卫生啊。啊，小丹说的对着呢，不用就不用吧，是吧？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啊，没事了。小丹你忙去吧。啊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不是你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女人吧，在外边过长了，就是更毒了。她不就是洁癖吗？
咱们配合配合，里外里就几个月，分他点当家做主的感觉。你想啊，咱们这边要是接受了他，历城那边还好意思跟那个小姑娘好啊？我得提醒你啊，咱们现在设的这个套那是让别人往里跳的，你别老自己奋不顾身的往里跳，行不行？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自己调整心态好不好？一定要端正态度。起来了，快听话，今天还得去医院呢。哎呦，你以为还不起床？快，起来了！你起晚了又得排大队了啊！快，起来！起早了不也得排队吗？早去晚去都得排队。那现在这医院不都得排队吗？你不排队怎么办呀？谁说的？我们单位那 Grace 她就不排队的。Grace 不排队？那她在哪生孩子呀？在郊区医院生啊？才不是呢，人家是去女子医院生的。那是那女子医院。一个孕妇的费用顶得上这儿50个费用，那能一样吗？那肯定不排队啊！你不会是想上那儿生孩子去吧？老婆，那儿太贵了，生个孩子得好几万块钱呢。就5万块钱，老公，我和你儿子加起来还不值这5万吗？那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跟我儿子加起来那是无价之宝。可是5万块钱太贵了。哎，你想想啊，5万块钱他能买多少东西啊？能给咱孩子用最好的尿不湿，能吃最好的奶粉。最重要的是还能给你添好多漂亮衣服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都是一样的医生啊，人家这边1000多就把孩子生了，咱非得上那儿花5万，咱冤大头啊，太亏了吧？我一点都不觉得亏，我那5万块钱买的是服务，我至少可以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吧？生了多有尊严啊！我不需要排队。我不需要看医生和护士的脸色，我不会阵痛的时候没人管，我不会和5、6个产妇一起挤一个病房，那还有银耳莲子汤喝呢，一点都不觉得亏。哎呦，老婆，咱太没出息了吧？一个银耳莲子汤就把你征服了。哎呀，你想想，咱拿5万块钱都买了银耳莲子汤，你都可以在里边游泳了。什么呀？再说了啊，你说咱们家虽然没有房贷没有车贷，可是买房子买车的钱呢，不都是爸妈给的吗？虽然他们没说还，咱们是不是多少得还点儿？
还有，咱们那会儿不是还计划着要换大房子呢吗？你就是找借口，我看你是不舍得。哎呀，我怎么会不舍得呢嘛？可是咱家确实花不起这个钱。怎么就花不起了？凭什么 Grace 就花得起？我又不比他老，又不比他丑的，凭什么他就花得起了？行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。你的意思就是嫌我挣不来钱吗？不是吗？行了，咱不说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快起床吧，啊，还有好多正事儿要办呢。老公，那你把我拉起来吧。看看，起来了，快来！起床了，快！哎呦，这懒虫呢，赶紧起来喽！快点，快，来不及了啊！妈妈早饭都做好了，快！你这拖鞋怎么乱摆呀？啊，快点！妈妈给你叠被子啊，抓紧时间，快点！哎呀，还吃呢，快点，赶紧的啊！你这个是水瓶啊，把奶喝了，别光吃面包了，快点，孩子，啊！出门上补习班带个板凳干嘛呀？啊，看看去上课，我们不能老在学校门口等着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他那学校门口不是有个小公园吗？我们在外边坐坐，把那鸡蛋呢给它装上啊。是那公园里有的是板凳，进公园坐不就行了吗？啊，那还不是得买票吗？进去是不是？快点，吃饱了吗，乖子？走了，快！你看，光干啃面包干不干呀？让你喝奶饮喝啊？渴不渴？那鸡蛋带上了哈。带着了，拿包子不用。老婆，坚持就是胜利啊！那么大清早医院也这么多人，那没办法呀。来，你先坐这儿歇会儿，啊，我去给你挂号。又困了。慢点。哎，给我们挂号去。哇，你快点。等我啊。小孙啊！哎呦，这吓我一跳！小孙也是你叫的？进来吧。孙经理，好久没见您这么高兴了，有什么事儿还自己偷着乐？什么叫偷着乐呀？高兴就是高兴呗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不跟我对着干了，心情还真不错。世界跟您对着干？坐下。我一直以为是您跟世界对着干呢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不会聊天写总结去啊。孙经理，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出来，让我也高兴高兴。怎么跟你说呢？哎，我复婚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。我就是为了孩子小升初才复婚的。
原来想这复婚的日子肯定特别难过，哟，还真没想到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没想到啊，我前公婆对我比以前好多了，真的，真想不通，真的，怎么会这么好呢？孙经理，韩主任，这怎么了？话只说一半，韩主任怎么了？韩主任那天让人给我送来1箱苹果，让我给您2个尝尝，我写报告去了。瞧我挑的地方好不好啊？啊，跟做公园的是一样。来，哎呀，好家伙嘞！好家伙，你看我买的啊！啊！哎呀，这些花儿我可喜欢了，带小粉花，太漂亮了。你看，你怎么都知道这非是个女孩啊？你没看咱姑娘的肚子？人说了，要怀的是姑娘吧，这肚子在前边，这后腰这啊，嘎吱，我可笨了，看不出来。这要给我生个外孙子，这小棉袄你自己穿了。那闹，那我这留了，这不浪费吗？这不是。走吧。哎呦，下。副院长，哎，您这气色一直这么好，哪儿啊？现在呢，在家里面看书，时间呢是越来越短了，精神呢不如以前。小刘啊，你现在可是名声鹊起呀。前天我那个小孙女跟我说啊，她最爱看你的那个《历城有约》和《千家讲坛》这2个节目。哪里？哎，我呀，就是把您以前灌输给我们的灵活的教学方法稍微改变了一下，在电视上讲给普通观众听。好啊，我觉得呀，是把咱们社会学和心理学普及给大众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呢，就在这个基本的婚姻家庭当中，就有社会学的价值存在。好，不错。领导夸奖了。不过呢，除了校外的这些社会活动，分内的工作还要考虑考虑。我听说了，说你把许多课程呢分给童老师代你讲，不少老师和同学呀意见很大，这一点呢我都压下来了。可是你得注意啊，反应太大，意见太大，我也压不住。谢谢领导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注意。还有，就是论文问题啊，今年好像1篇没交呢吧？是，其实是这样，我呢跟童老师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，所以有些课呢就让童老师去代讲了。我今天找您就是想问一下，这童老师评职称的事儿，您这儿有什么看法呢？您放心，我那论文啊，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上啊。这童老师评职称，您说是卡在哪个环节了？你别乱搬，我叫你别乱搬了。我看看。护士，那您帮我查一下那个刘颖前面还有几位病人？好，10个。 10个。上那边等去吧。下一位。下一个，王璐。还有几个人？啊？还有几个人？10个。老婆，再忍忍啊。哎，你饿不饿？早上没吃饭，我给你买点早餐去吧。不吃。反正我今天不是饿死的，就是等死的，都是个死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好老婆，再忍一会儿。你想想看，咱们这儿忍一小会儿，就能省2000块钱呢。是。闭嘴！你烦不烦啊？你张口闭口就是省钱。死！哎，走，出去逛逛。走。哎，不行。慢点啊。哎呀。
哎，护士，护士！我明白了。你看什么事儿精进一点，立马就清晰了。明天啊，我就带着童老师去拜会一下您说的这几位教授。啊，千万不要提我呀，因为现在这个评审委员会的名单呢，还是保密的。这样啊，你们把时间呢拉得开一些，不要集中轰炸啊，那样呢目标太大。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们1天之内把这几位都给探望了，反而紧张啊，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，是吧？您放心，吴院长，这事儿我明白。走了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，哎。喂，童老师，事情可办得差不多了啊！我刚跟老吴见过面，他给咱指了一条明路。那当然了，他还有事求我呢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刚才吴院长跟我催论文了啊，我今年5篇论文1篇都还没写呢，赶紧帮忙，得保证我在期末之前能把论文交上。啊，明天我就去找那几位有评审资格的教授。得挨个谈啊，啊！喂，你别挂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哥，刘颖在医院晕倒了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啊？什么？在哪儿呢？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没事吧？不要紧吧？没什么事。是不是没吃早饭啊？啊，没吃。你这家属也是，怎么不让孕妇吃早饭？是，怪我，怪我。他这没什么大事吧？这次没什么事，低血糖，下次可就不好说了。到医院来，一来至少半天，无论如何早饭也得吃。哎，好嘞。先挂完点滴再说吧。行，谢谢啊。小宝贝儿受苦喽，哎，可怜的。给我爸我妈打电话。哎呀，别给他们打了，医生都说没事儿，你让他们操这心干嘛？啊，打我打。哎，哪去？真服了你了。喂。妈，喂，妈，我啊，没事儿，就是没吃早饭，低血糖，刚才晕倒了。医生说没事儿。你们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我们这一会儿就回家了，要不然您直接上家里去。啊，行没事儿，妈再见。行。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，真是。一个低血糖，你说整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走吧，看看你那个娇娇2期的闺女去。哎呀，真的，现在这年轻人呢，真是就好像谁没怀过孩子似的。你说我们那时候是不是照常还得上班？小吧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到女子医院去生孩子，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哎呀，刘颖，这次不就是个低血糖吗？其他的以后咱再商量。不去那儿生，我就堕胎。少胡说八道，那是对胎儿不好。来了，妈，你赶紧说说你宝贝闺女吧，就闹腾呗。怎么的了？这孩子我不想要。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因为什么呀？怎么又不想要孩子了？这有原因吧？怎么的了？对不起啊，都怪我没照顾好刘颖。不是，这说出原因来呀！你看他这动不动不要的。不就是一个低血糖吗？你看你委屈成这样。
不没事了吗？董旭啊，那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这次就是因为没吃早饭，其实没什么事儿。我有事没事你知道啊？那我现在就等于抱着20斤大米，我楼上楼下的折腾，我又排队挂号，又这又那的。妈，你看看我的脚，你看我脚肿的。是，我知道。你先抱着20斤大米跟那儿站着，你要一天都没事，你再来跟我说你没事儿。哎呀，这是哪个女人怀孕的不都得经历这样啊？这算个什么呀？还排队不排队？就因为这就不要孩子？你现在什么事儿不都得排队呀？那女子医院就不排队的。行了，咱就是找借口，非要去女子医院生孩子。你说那医院那么贵呢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女子医院，就是那个什么贵族医院吧？对啊，对。刘勇觉得在普通医院生孩子太受罪了，非要去那个女子医院。可是我觉得那儿太贵了，把那钱花那儿实在是不划算。结果他就急了，又是这个女子医院，这个贵族医院，哎，去了一回啊，瞄上了，去上瘾了。爸，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次孩子，我干嘛不能生得从容点儿？妈，什么从容啊？你那就是虚荣，你那是。就会说我。那我不说，你说谁呀？行了。打小我就教育你要艰苦朴素，不要跟人家比吃比穿啊，不要看见人家有什么就眼红。那你看看你现在啊，为了这些竟然拿肚子的孩子做要挟，你这是堕落，你这是。我哪儿堕落了？我生个孩子，我怎么就堕落了？我就是想挑一家医院生孩子，我怎么就堕落了？你别。本来嘛，那生孩子就是个受罪的事儿，我干嘛不可以挑一家条件好一点的医院生呢？有条件不艰苦，我干嘛非得艰苦朴素的？又不是你生，也不是董旭生，这事儿我做主。我就可以去那家医院生。好，你做主，你爱怎么决定怎么决定，爱上哪个医院上哪个医院，我们不管了，行不行？但是有一点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许跟别人要钱，拿你自己钱去生去。我跟你说，董旭啊，别给他钱。凭什么呀？你们的钱我不要，那董旭的钱本来就是我的。你的钱也不许给你，我跟你说，自己找去。这怀孕的时候你可马上要生了，你干什么这样？你吵着把火。董旭啊，得多少钱呢？5万。5万呐！闺女啊，不是妈说了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事儿有点过分。这5万呢，这叫啊？过分什么呀？妈，就5万块钱，你可以不在那儿生，我非要在那儿生。你又胡说八道。话呢？对呀，你想想，一个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才几百块钱，你花5万块钱生孩子，是不是过分？哪过分了？你说的容易。行啊，哥，你不是认识人多吗？那你就给我找一个又便宜又有尊严生孩子的地方，至少不排队吧？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干嘛不去啊？这现在是生育高峰，产妇多，这是现实情况了。你说别人都能在普通的医院生，啊，咱为什么不能？别人爱能不能跟我没关系，我从来就不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做跟屁虫。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可以自己拿主意。有错吗我？行，没错没错。但咱家就是一普通家庭，不是大款啊。什么大款啊？这跟大款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5万块钱，那不是500万，也是不是5000万？我和董旭这5万块钱，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呀。拿得出是拿得出，那都拿去生孩子了，那以后养孩子咋办？哎，你有点志气行不行？你不上班了，我不上班了，你要生个孩子都生不起，那养他干嘛？这跟志气有什么关系啊？别给自己的虚荣找借口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跟你们说不明白呢？我不是虚荣，我就是想生孩子生的有点尊严，有点尊严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咱啥也不说了啊，闺女儿，咱们就上那个女子医院生啊，要是缺钱的话，我去把老房子卖了。
庆姐，你可别这么做，你这么做，我们老脸往哪儿放啊？我说啊，咱们大家伙都不要给他钱啊，就是去大马路上也不要去那个破医院。行了行了，别哥，你借我钱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借他钱，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不就5万块钱吗？我怎么了？这5万块钱就拿不出来了？哎呀，这5万块钱，看我手势，冷静冷静，看我手势，看我手势，看什么呀？不管用，太奇怪了！你是我亲爹吗？你管我的感受吗？你替我着想吗？我这捡来的，你这是个军阀土匪，他就是土匪军阀。你个骂你老子啊！我革命1辈子，谁还没更把我土匪呢？我的感受呢？我你这傻人！我今天我跟你说，你气死我！我跟你说。喂，喂，爸爸，那你赶紧来一趟我妹这儿吧。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乱成一锅粥了，我都罩不住了。行，等着吧。孩子现在这不是心烦吗？你这也不明白，你做手术2斤，你要非得占那个上风，无法。哎呀，你赶紧吧，全靠你了，这都乱成套了。爸，那个小丹来了。看奶奶。哎，刘莹，小丹来了。啊，小丹，啊，我看看。哎呦，小孕妇呀，生这么大气呀！你现在这情况不能生气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带你出去溜溜弯啊，透透气。哎，叔叔你坐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就赖他。你瞅瞅这一屋子人，不是你的小辈就是你的长辈，弄得老的哭，小的也哭，你说这是不是你责任啊？我无能，我无能，你赶紧吧。可不是你无能吗？哎，那看看奶奶，你跟爷爷赶紧回家吧，看看还在学校等着呢。行，哎，你去看看他。爸，你去看看他，别忘了啊。行了行了，就在哪个医院生孩子这么简单的事儿，那气着多不好受。气坏了不划算啊！你去不去接孩子？哎呀，去当然去了，啊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没事，一会儿我送你。行，我去走。没事，妈，我送你。爸，你慢点走。这下好走啊。我去换鞋。慢点啊。哎呀，任董事，你放心吧，这刘颖就听小丹的话。哎，对了，您拿2件刘颖的外套，他们俩外边凉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拿啊。哎。你说有这样的爸爸吗？那胳膊肘只会往外拐的，就知道说我。就是，这太不像话了。你说我们就没有选择在哪个医院生孩子的权利吗？我们也有选择舒适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但是刘颖，你记住啊，跟人吵架有个原则，你必须要掌握，不能戳人心窝子。我哪戳他们心窝子了？是他们戳我。他们都不明白我的感受的，求你来懂我点儿。那他们不是没生过孩子吗？就我跟你妈生过。你说你妈生孩子那是什么年代啊？他们想象不出来啊！行了，别哭了，好吗？行，别哭了，赶紧把衣服披上，小心凉着了。哎，不是让你送你爸你妈去了吗？都去送去了。我戳他们心窝子，我哪戳他们心窝子了？呦，怎么没戳人心窝子呀？一口一个省钱，舍不得花，弄得人董旭他爸都卖房子了要。男人的自尊在钱的问题上那是最薄弱的，就像蛇的7寸和阿根琉斯的脚后跟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又知道了？还不是我告诉他呢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你听听小丹的吧，啊，那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想想人董旭什么感受？那我说的也是事实，本来嘛，你说啊，是，我知道。哎嘛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事实，那也不能这么说。不管是乞丐还是富豪，
有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事儿。哎，你说人董旭他爸那么大年纪了，就想抱个孙子，动不动就不生，你这不是戳人心窝子吗？那你说我爸呢？从小到大，他都不舍得说我的，他今天竟然骂我呢。那你没回骂咱爸呀？咱爸骂你就是骂你的思想品德，可你骂他，骂的是阶级立场。老人家革命了一辈子，老了，让你骂成军阀恶霸了，你这不是捅咱爸的心窝子？其实在场的人，你差不多捅了个遍了。净说我，少说两句。刘颖是孕妇，孕妇就是脾气大，能让就得让着。啊。再说人刘颖又不是真不懂事儿，就是图那一口气是吧？反正我就觉得刘颖想在哪儿生都没错。啊，不生气。哎，但是我觉得99%的人都能在普通医院生，咱们肯定也行。一个产妇，特别是像你那么爱臭美的产妇，生完孩子用钱的地儿多着呢。哎，咱把钱花在健身、美容啊，那减肥上，不比在那贵族医院享受那2天强。小丹姐，哥，你俩谁也别劝我，因为你俩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不懂事儿，也不是说我非要贪慕那虚荣，我就是想我自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让任何人来管着我。从小到大，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哥，你们都一手控制着我。现在多了一董旭，我的哪件事情不是你们一手安排好的？从上大学选专业，到后来选男朋友，哪件不是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都得听你们的？我是一个成年人，我有权利安排我自己的生活。刘洋，你有点任性啊！这孩子是在你肚子里，可是他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。大家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？我用不着，为了我好，我一点都没感觉到好。你们说说，现在那些老年人找老伴的，一个个紧着慢着的强调自己生活能自理，生怕因为自己生活不能自理就没人要了。我这都28岁了，我生活能自理了吧？我求求你们别再插手我的事儿了，让我自理了，行吗？不是你真的能自理吗？你把钱都用在生孩子上了，拿什么养孩子呀？我敢花我就能挣了。你自己说，哥，你不是送你那小女朋友每次就好几千吗？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您自信啊，您有钱您能挣啊。哪有这事儿？本来就有。再说了，那5万块钱也不是天文数字吧？自己心里有谱。别人在哪生孩子我管不着，我在哪生孩子，说白了那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反正这次就得按照我的想法生，不然我就不生。你瞧瞧你那劲儿的，底气十足的劲儿啊！你知道你哪来的底气吗？就是因为有你爸、你妈、你哥、董旭、你公公，甚至包括我，你有的是退路，所以你底气十足。真让你当2天单身妈妈，你就受不了。才不是呢，我绝对对我选择的生活有把握。小丹姐，你不以前最烦我爸我妈干预你的生活了吗？现在也是为了孩子你才委曲求全的，这么快就跟他一伙了？合着我来说。哎呀，你现在还年轻，你真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你就知道是委屈重要还是权重要了。你说还真是挺奇怪的。这次我跟你哥复婚，哎，你爸你妈比当事人还配合，真的。哎，你说你爸你妈啊，明明好多地方看着我不顺眼吧，但是人家顾全大局，不像你一点觉悟都没有。哎，我要没觉悟，你说复婚，我就能跟你复婚。哟，我可知道我爸我妈是为什么。我爸我妈是实在受不了我跟那80后的小女朋友。切！切什么呀？本来就是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我就是个祸害啊！
刘洋，这个生孩子的事儿呢，你再冷静考虑考虑，啊，你想自理，你要贯彻你自己的生活态度，这没问题。哎，但是你说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哪样是自理来的？没你这么一边啃老还一边嘴硬的。你先把你的经济自立了，你再跟我谈生活态度。早晚。行了，也听你小兰姐的啊，我们可都是过来人，这都是经验之谈。行，你俩这一唱一和的，合着你俩就是模范。走了，回家啊！哎呦，脾气还挺大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那你咋样啊？啊？还真亏了小丹了，这刘颖还就挺大的。咋的？贵州医院不去了？不去了，我爸呢？你爸呀，刀子嘴呀都不细，这总问他闺女咋样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对不起，我。怎么了？今天气色不对呀？干嘛呀？愁眉苦脸的啊？气色能对吗？我最近啊是诸事不顺。什么事儿不顺呢？说来听听。我老公，他不让我到女子医院去生孩子。啊？你老公这么想不开啊？就我老公一个人，那倒好办了。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我嫂子，我们全家有一个算一个，就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。哎呀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我总不能因为生孩子就弄得众叛亲离的吧？真搞不懂，到底是他们生还是我生？既然这样啊，那你就别勉强了。你跟我情况不一样，你年轻，我都36了，高危产妇，经不起折腾。你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贵司，我来是跟你有事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我手里那案子，我到底做还是不做？壮生公司的。哦，那还用问？当然要做了。可是我这个，Lucy 啊，你别看我现在被闲置在信息部，这都是暂时的。只要我想，马上就能翻身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资深项目经理，我是 AM， 我的能力和我的功勋都在这儿摆着呢。我为什么36岁了才生孩子？就是在辛辛苦苦给自己打下一席之地。我要是在你这个年纪就遇到壮生公司这样的机会，我可能会提前5年要孩子，知道吧？再说，这个项目你要是不做，那不是太便宜琳达了？到时候她功成名就，成了 SAE， 就永远都压在你头上了。才不会，打死我也不能便宜那个是非精。哎，还有啊，职位与工资是直接挂钩的。你现在要是成了 SAE， 再过2年变成 AM， 每个月工资8000，你还会为去不去女子医院跟你老公吵吗？经济决定话语权，女人呐，不能太依靠男人。给，就这个先在你这放，帮我盯一下，我下楼去吃点东西。好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看你昨天折腾了一天，今天好点没有啊？确切的告诉你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你就不是什么产前忧郁啊？人家一般的产前忧郁也就1天半天的，很快就好了，然后又忧郁别的事儿去了。我的妈，你这女的哪个不这样？跟这产前产后一点关系没有。旁边谁在那嚷嚷呢？你哥，别理他，净说那风凉话。那看来我还得好好开导你一下呀。哎，你下班干嘛呀？下了班能去哪儿？肯定是回家了。哎，要不咱俩去趟超市吧？我上班要见一个客户，哎，反正我下班之前电话联系你吧。行。
好，行了，挂了啊。哎呀，看来我妹她还真不是一时的情绪啊，晚上还得辛苦你啊。哼，这一回来就掺和你们家的事儿。本来我都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不管你们家的事儿，好好管好孩子。哎，那我去见刘颖，你告诉你爸妈督促看看学习啊。放心吧，还不赶紧上班去？不是要见客户吗？哼，怎么着啊？你这要是去约会呀，还是去骗人呢？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？我下午要帮童老师忙他升教授的事儿，还要录1个小时的节目，做嘉宾。还是骗人去了。哎，你跟你爸妈说一声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。我明天有可能要出差，你盯着看看上补习班的事儿啊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真弄得像家。哎呀，反正我就是最讨厌男人说自己没钱。那是不是以你的意思，这个没钱的，要么就是死撑着不承认，要么就是装大头扮有钱人，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怎么你也不明白？我是说，男人呢可以没钱，但是他不能觉得没钱是理所应当的，更不能把它挂在嘴上，说的整个人都没气概了，才是能让他说跑，一辈子都没钱。哎，刘颖，真的说句实话，你们家董旭真的是很不错了，你就知足吧。哎，那天咱俩说用1个字儿形容男人是贱，是吧？你知道用1个字儿形容女人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傻。尤其是你们这些80后的，整天飘在半空中，先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死死地抓在手里，然后呢患得患失，最后因为刁蛮成性而失去，后悔啦。我才没有患得患失呢，我就是想让他明白，老公，我希望你有钱，因为我骨子里和所有的女人一样，是贪婪和虚荣的。你现在可以没钱，可以给不了我想要的，但是你要有给我的能力呀。你有1块钱，就必须花5毛给我买一串我想吃的麻辣烫；你有1000块，那就必须去吃一顿我想吃的3千里。要不，他凭什么说是爱我的？所以呀，要倾你们家所有让您生个孩子，是不是？真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那是真的爱你。不想让你生孩子的时候呢，是个皇后；生完了孩子，就是一个苦哈哈的奶妈。那是为你们的将来着想。是，来的来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嫌董旭没钱呢，还是嫌他不够爱你啊？我2样都嫌，我既嫌他没钱，我又嫌他爱得不够疯狂。气死我了，你个小孕妇！你告诉我，疯狂能当奶粉吃，还能当尿不湿用啊？我严重的告诉你啊，你这种思想非常非常危险，让你爸你妈知道了，非得跟你断绝关系不可。行了，够了，你听我的，赶紧格式化你的思想。我心里有数，除了以上说的这些嘛，我对董旭同学还是基本满意的，还差不多。哎呀，所有的感情问题，如果能用钱来衡量的话，那固然是不错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但凡用钱能解决的事儿，那都不叫事儿。这感情应该放在比金钱还要神圣的这个位置上。哟，真有高度。脏不脏？没关系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我哥对你的影响，那就是润物细无声。我再说一遍。满世界我眼里只有1个男人，看看。得了吧，谁信啊？那至少还有那3天吧。哎，你今天没有说他呀？别提了，我们已经断了，是不可能的了。为什么？人家有人家的新生活，
他老婆怀孕了。啊？太不靠谱了。专题的事您就给我费费心。你这还收什么钱呢？你给派俩人啊，稿子我来写。行啊，多谢，行，没问题。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慢？我跟学生多说了几句。晚了点。这今天刚打出来，你这回回家好好看看，有什么意见我好修改。你做的学问还能有什么问题？我跟你说啊，外围我已经跑好了。哎，另外那篇论文你也得抓紧啊。你往哪儿发呀？甭管是哪个期刊还是学报，现在时间是最重要的。辛苦啊，一定抓紧。好。听你这么说，你还是挺喜欢那个韩中的。唉，就算是吧。自从那天走了以后，我这心里还的确是难过了一阵子。哟，那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爱干净。除了韩中，我就没见过比我爱干净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认识他20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他啰里啰嗦的时候。而你到我家也特别自觉，进门换拖鞋，坐沙发永远垫着垫子，喝过水的杯子都洗得干干净净。人走了以后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不像你哥，走到哪儿都跟狗撒尿似的，处处留痕。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他也不是什么贵族出身，可是举止还挺得体。在我看来，干净对男人来说是多么高贵的品质。在我看来，合着就俩洁癖的惺惺相惜。去你的！懂什么呀？真的，不全是。他挺欣赏我的，在工作上对我帮助也很大。关键是我一个人这么多年，也就他一直关心我。弄得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失落呢。那你干嘛不去毁坏他的家庭？干嘛还得跟我哥回来演复婚这一出？就算是你说的，完全都是因为孩子，可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干什么我都理解。我可不像你这么想。那爱也要在一定的规则下才能实现。如果你连规则和规矩都不遵守了，你得到这份爱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得不到朋友和家人的祝福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就算你们2个人坚持是相爱的，那最终还是会分开。所以呢，我祝福他，让他回去好好照顾他怀孕的妻子。如果他不是仅仅把妻子当成一个怀孕工具的话，慢慢他能感受到，从照顾妻子怀孕到孩子出生，再到孩子慢慢长大，这种温暖是只有家庭能带来的。它不仅仅是有一个孩子这么简单的变化。我说这些同样适合于你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对别人的希望和期待就这么低，对自己人呢就这么高？真的，说实话，你和我哥啊，这基础听起来可比韩中和他老婆的好多了。自己都憋不住了吧？狡猾的你啊！我就知道你绕来绕去还得绕回到我身上来。我和你哥，我们现在也都在给对方空间，包括你父母。说实话啊，这次我搬回来，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无奈的举动。我也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。就是你爸妈和刘立成都不配合我，我想就是再难也就那几个月，
以前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我肯定能挺过去。这次回来我少说话，多办事儿，只要不和侃侃学习冲突的事儿，我就不多嘴了。但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认为这是自己的家，我要在这儿待一辈子，看不惯的我就得让他们改。可能越是这样，矛盾就越深吧。哎，这次你爸妈的态度也变了不少啊。我估计我们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知道待不了多久，就互相容忍一下吧。这就像家里来了个穷亲戚，知道住不了多久，就干脆让人高高兴兴的得了。穷亲戚，你太狠了！真的，我在你们家就是穷亲戚，你以为呢？哎呀，听着呢，你们现在过的肯定也比以前都好，也没问问我爸我妈的感受吧？哎，回头空我给你当小密探，彻底的打探一下。谢谢。哎，你给我穷亲戚。哎，你可真是的，那没钱就排队去，有钱就不排队。我看他就是爱慕虚荣的这。哎呀，爱慕虚荣，人皆有之，哪个女人不这样啊？这结婚前比男朋友，结婚以后比老公，啊，等生了孩子又得比孩子，这一辈子就是比来比去的啊，能不虚荣？那也不能拿5万块钱给医院呢。妈，你就让他跟董旭自己商量解决去，你们就别掺和了。他已经脱离了原生家庭，他的事情就应该在核心家庭范围之内解决。你们越掺和越添乱，啊！什么叫原生家庭、核心家庭啊？你说这话我咋这么懒得听呢？啊，你今天能派小丹找你妹妹去谈谈，这是对的。什么核心家庭啊？再核心呢，也不如我们几个人把握住的这个家庭更核心。妈，爸，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飘向终点，为接踵而来的一切腾出空间。你看我，甭管是复婚这种大事儿，还是劝刘勇这种小事儿，尽在掌握。你明白吗？说啥意思？姐，听懂没有？云山雾罩听不懂，他那张嘴呀，什么事儿他都能给你说漂亮了。嘿嘿，这也是本事嘛。哎，不过爸妈，我觉得你们最近有点不对啊。你怎么又不对了？怎么的了？你们对孙小丹这态度，摆出一副所有一切都接受的架势，你们不会又琢磨其他什么事儿吧？他看看妈妈，我们能琢磨什么呀？他不就是有个洁癖吗？那算个啥呀？这好事儿，他愿干他干呗，他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再说人家也就在这个待这么几个月，我们怎么的还不能忍受啊？倒是你啊，切，你比比人家，人家为了孩子，我看你牺牲一切，到现在没找，你可没闲着，你该收收心了。你也就是知道这孙小丹只住几个月，那我要真跟他复婚了，你们还能这么接受？你这将我们的军呢？我告诉你，甭管小丹还是那个姓田的，到了最后受不了的肯定是你。你就是那个妻管严。哎，这我爸能理解这个是吧？这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，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，对吗？是啊，这是真理啊！哎，这古书有云嘛，宁可得罪小人，咱都不得罪女人，尤其是身边的女人，得罪不起。什么身边女人？谁呀？你说谁呢？替我爸说呢。你问我爸，他敢得罪你不？你爸面前你挑拨，行了，你挑拨你，赶紧做饭去吧。菜啊！谁呀？哎，我。哎呦，哎，爸，大家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
来，爸，吃了吗？哎，吃了，你们吃，坐这儿，我先再吃点。哎，不用。今天刘颖做的红烧肉。好，哎，我吃过了，刘颖。我今天呐，得了一个好东西，专门给你们送过来。什么好东西？什么好东西？也是二手的。哎，二手的不是好东西啊，二手的说明它安全呢。哎，你看，吸奶器，来拿着。爸，这个二手的东西有些是经济实惠，可是这吸奶器咱就别用二手的了吧？哎，放心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先用8次消毒，然后呢上蒸锅高温蒸煮。你闻闻，带蒸汽味的还有蒸汽味。爸，行，我先放起来啊。哎，爸，我吃完了，你慢慢吃。哎，好。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哎呦，爸呀，这肉贴肉的东西，咱就别用这二手的了，行吗？这多别扭啊！哎，你们就是不会过日子。我告诉你，不积跬步，何以至千里？不攒小钱，哪来的大钱呢？啊？是我明白，可是这些东西你……你看我儿子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哎，你看他脸上这2坨肉，好想咬一口。咬吧，帅吧？Linda，快点过来看照片了。哎，Linda，忙什么呢？快来看我儿子。行了 ，Grace， 你就别显摆了，我们都知道你儿子可爱啊。没人理解，嫉妒，绝对。哎，Lucy， 随时到我办公室看照片啊。知道了。还有你们大家，必须在我博客上留言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Lucy， 啊？妈，拜托你以后生了孩子呀，可千万别像他这样，当着别人的面炫耀自己的孩子，是件非常没有教养的事情。酸，真酸。Lucy，啊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哦。Lucy啊，我想知道你对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因为你不去上海的话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我没说不去啊，那我明天就去。不是，可是你，我没事儿，我大不了把孩子生在岗位上，这才敬业。别瞎胡说。你呢，千万别玩悬的。不过呢，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个内部消息，公司下半年打算提拔一个 SAE。别的我不多说了，你呢，好好努力，祝你一切顺利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OK， 我明天就去上海。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哇 ，SAE， 高级客户主管，那工资就能涨2000。我就知道，我敢花就是因为能。